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一个来自广州的客户小芳嫁到台湾后的真实经历。哎呀，这个故事啊，简直是让人大开眼界。不少大陆姑娘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贫穷落后的年代，结果到了那边才发现自己才是那个小丑啊。小芳是广州一家外贸公司的白领，家境不错，父母都是事业单位的干部。在她30岁那年，经我介绍认识了台湾的阿伟。阿伟在台北做科技行业，家住新北市。每次视频聊天，小芳总觉得阿伟家里的装修很普通，心里暗暗觉得不过如此。丽姐，他家里看起来也太简朴了吧，连我们这边的小县城都比这好看。小芳私下跟我吐槽，我当时就笑了，姑娘啊，你可别被表面现象骗了，台湾人的消费观念和我们不太一样。但小芳不以为然，她觉得自己在广州的高档小区住着10几万一平的房子，开着40多万的车，怎么看都比阿伟条件好。经过半年的线上交往，两人感情不错，决定见面。阿伟邀请小芳去台湾玩一趟，顺便见见父母。小芳满心欢喜地收拾行李，还特意买了一身名牌，想在未来公婆面前露一手。临行前，她还跟我说，丽姐，我准备了一些礼物带过去，毕竟台湾经济不太好，我得体现一下我的诚意。哎呦喂，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但我没多说什么，只是让她保持开放的心态。小芳抵达桃园机场的那一刻，第一个震惊就来了。丽姐，这机场也太干净了吧，比广州白云机场还整洁，完全没有想象中的破旧感。小芳打电话跟我分享她的惊讶，这还只是开始呢。接下来更让她震惊的是台湾的公共交通系统。阿伟没有开车来接她，而是带着她坐捷运回家。我的天啊，他们的地铁站简直比我们的星级酒店还干净，地面能照出人影来，而且车厢里安静得不得了。没人大声喧哗，也没人吃东西，更没有人推推搡搡。小芳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连发好几条消息，我心想，这姑娘终于开始见识到了吧。更令小芳意外的是，阿伟虽然住在新北市，看似远离市中心，但搭乘捷运到台北市中心只需20分钟，比他在广州从住处到公司还要快得多。丽姐，我错了。我以为他住在郊区，结果这里的配套设施一点都不比市中心差。小区旁边就有便利店、菜市场、诊所、学校，走路就能到，而且特别干净整洁。我笑着回复他，这就是台湾的城市规划啊，讲究的是均衡发展，不像我们这边城乡差距大。等小芳到了阿伟家，更是被惊到了。表面上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房子，里面的设备却一应俱全。智能家居、进口厨具、高档家电，样样不缺。最让小芳震惊的是阿伟家的卫生间。丽姐，他们家的马桶是智能的，自动感应、加热、清洗、烘干，功能比5星级酒店还全。我还发现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空调，不是中央空调，而是可以分别调节温度的那种，太人性化了。我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台湾人注重生活品质啊，钱都花在刀刃上了。小芳在台湾的第2天，阿伟带她去了一趟超市和夜市。这一去，小芳的3观彻底被重塑了。丽姐，这里的水果也太便宜了吧，而且种类好多。我看到了好多没见过的热带水果，价格却只有广州的1半不到。海鲜也是，大龙虾才卖200多新台币，在广州起码100-200块啊。夜市更是让小芳目不暇接，各种小吃琳琅满目，价格却非常亲民。阿伟告诉他，台湾人非常重视饮食文化，即使是路边摊也讲究食材新鲜和卫生安全。而且你发现没有，这里的店家基本都是诚实标价，不会有宰客的情况。阿伟骄傲地说，小芳不得不承认，在这方面台湾确实比大陆做得更好。他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偏见。第3天，阿伟带小芳拜访了他的父母。让小芳没想到的是，阿伟的父亲是台湾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，母亲是大学教授。家里虽然装修简朴，但处处体现出文化品味。阿伟的爸妈太有内涵了，他们家的书架上全是各种专业书籍和文学作品，饭桌上的谈话也不是我们这边常见的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而是讨论时事、艺术和环保议题。
小芳向我汇报道。晚饭后，阿伟的父母拿出了一些家族照片给小芳看。从照片中，小芳了解到阿伟的爷爷在50年代就创办了一家小工厂，后来发展成为台湾的一家知名企业。阿伟从小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，耳濡目染了长辈们勤劳务实、注重教育的价值观。丽姐，我彻底服了，原来人家是真正的隐形富豪啊，不炫耀，不张扬，但家底厚实，文化底蕴深厚。我之前带的那些名牌礼物，在他们面前显得那么俗气和肤浅。小芳懊恼地说，我安慰她，这就是文化差异啊。大陆这些年发展太快，很多人还处在物质爆炸的阶段，难免有些浮躁。台湾经济起步早，已经度过了那个阶段，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。接下来几天，阿伟带小芳在台湾各地游玩，从繁华的台北101到历史悠久的九份老街，再到自然风光秀丽的花莲太鲁阁，每到一处，小芳都被当地的风景和人文环境所折服。丽姐，我发现台湾的环保意识也太强了吧！小芳在视频电话中兴奋地向我分享，垃圾分类做得超级细致，街上几乎看不到垃圾桶，但大街小巷却干干净净。阿伟告诉我，这是因为台湾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，居民必须在固定时间将分类好的垃圾交给垃圾车，不能随意丢弃。我点点头，对啊，台湾的环保政策已经实施多年了，老百姓的环保意识已经深入骨髓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对古迹的保护也做得特别好。小芳继续说，我们去了一个叫做华山1914文创园区的地方，原来是一座废弃的酒厂，现在改造成了文创园区，里面有各种文创商店、展览、咖啡厅等等，保留了原来的工业风格，却赋予了新的生命力。这种对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，真的很有创意。我微笑着说，这就是台湾的特色之一啊，既保留传统文化，又不断创新。小芳在台湾的第5天，发生了一件小插曲。她在台北街头不小心扭到了脚，阿伟立刻带她去了附近的诊所。丽姐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小芳后来告诉我，我们进诊所没排多久的队，医生态度超级好，细心地检查了我的脚踝，还拍了 X 光片确认没有骨折。最让我震惊的是，整个过程只花了不到1小时，费用才200多新台币，而且药品也很便宜，全部加起来才100多新台币。我解释道，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确实很完善，基本上覆盖了所有居民，医疗费用负担小，服务质量高。小芳若有所思，难怪阿伟说他们家很少为医疗费用担忧。在广州，我每次生病都得考虑要不要去大医院，挂专家号还得排长队，费用也不便宜。在台湾的第6天，阿伟带小芳参观了他的公司。阿伟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公司环境宽敞明亮，员工福利也很好。丽姐，你猜怎么着？小芳兴奋地说，阿伟的公司竟然有专门的休息区，里面有咖啡机、健身器材，甚至还有按摩椅。员工每天工作8小时，准时下班，没有加班文化，而且他们有带薪年假，每年至少15天，想请就请，领导基本不会拒绝。我点头表示理解，台湾的劳工权益保障确实比较完善，加班文化没有大陆那么盛行。小芳叹了口气，相比之下，我在广州的公司虽然薪水不低，但经常加班到深夜，年假也难得批下来。阿伟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得如此之好，难怪他看起来总是那么轻松自在。晚上，阿伟带小芳去了台北的诚品书店，这家24小时营业的大型书店让小芳大开眼界。丽姐，这哪是书店啊，简直就是文化殿堂。小芳赞叹道，里面不仅有各种书籍，还有文创产品、咖啡厅、展览空间等等。最令人惊讶的是，晚上10点多了，书店里还是人来人往，很多人就坐在那里安静地看书，氛围特别好。阿伟告诉小芳，台湾人非常重视阅读和文化素养，即使是在数字时代，实体书店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支持。而且你发现没有，台湾的出版业非常发达，各种类型的书籍应有尽有，质量也很高。阿伟骄傲地说，小芳不得不承认，在文化软实力方面，台湾确实领先大陆许多年。他开始反思自己之前对台湾的刻板印象，感到有些惭愧。第7天，阿伟带小芳去了他的母校台湾大学参观，
这所历史悠久的学府给小芳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丽姐，台大的校园好美啊！小芳感叹道。古色古香的建筑，高大的椰子树，还有随处可见的学生在草坪上看书讨论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校园里几乎没有围墙和门禁，与周围社区完全融为一体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。阿伟解释说，台湾的大学普遍采取开放式管理，注重学术自由和思想交流，学生有更多自主权，课程设置也更加灵活多样。难怪台湾的创新能力这么强。小芳若有所思地说，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的学生思维更加开放活跃。我补充道，是啊，台湾的教育理念确实与大陆有所不同，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。在台湾的最后一天，阿伟带小芳去了一个社区活动中心，当天正好有居民自发组织的二手市集和环保讲座。丽姐，台湾的公民参与意识也太强了吧？小芳惊讶地发现，这个活动完全是居民自己组织的，没有政府工作人员，但秩序井然，大家都积极参与，互相帮助，老人、小孩、年轻人都有，氛围特别和谐。阿伟告诉小芳，台湾的社区营造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，居民自治组织非常发达，很多社区事务都由居民自己决策和执行。这样的自治模式让每个人都有归属感和责任感，社区也更有活力。阿伟说，小芳想到自己居住的广州小区，虽然硬件设施豪华，但邻里之间却很少交流，更别说组织社区活动了。阿伟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台湾的发达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，更体现在精神文明和社会治理方面。小芳感慨地说。阿伟笑了笑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。大陆这些年发展迅速，基础设施建设令人惊叹。我去年去上海参观时，也被那里的高楼大厦和智能化程度所震撼。我想，两岸可以互相学习借鉴，取长补短。临别前，阿伟的父母送给小芳一份特别的礼物，一本台湾本土作家的散文集和一包台湾高山茶。阿伟的父母太有心了。小芳告诉我，他们说希望我通过文字了解台湾的人文风情，通过品茶体会台湾的生活美学。这份礼物虽然不是名贵的奢侈品，但意义非凡，让我倍感珍视。我笑着说，这就是台湾人的处世之道啊，注重情感交流和文化认同，而不是物质攀比。回到广州后，小芳彻底改变了对台湾的看法，她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。丽姐，我这次台湾之行真的是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。回国后的小芳约我出来喝茶，迫不及待地分享她的心得体会。我笑着拍拍她的手，看来这次旅行对你触动不小啊，简直是醍醐灌顶。小芳感慨道，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在广州生活得很优越，住高档小区，开好车，用名牌，殊不知这些只是表面的光鲜亮丽。去了台湾才发现，真正的品质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财富，而在于如何享受生活的过程。说说看，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我好奇地问。小芳想了想，认真地说，我觉得台湾最令我震撼的是那里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，无论是阿伟家人的朴实无华，还是街头陌生人的礼貌友善，都让我感受到一种扎实的文明底蕴。他接着分享了几个细节，比如我们去餐厅吃饭，服务员会很耐心地介绍菜品，不会因为我是大陆人就态度敷衍。搭乘公共交通时，人们会自觉排队，不插队，不拥挤。问路时，路人不仅会详细解释，还会亲自带我们走一段路。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举动，却体现了社会的整体素质。我点点头，台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公民教育确实做得很到位。还有他们的消费观念。小芳继续说，阿伟告诉我，台湾人很少靠攀比和炫耀来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，他们更注重实用性和性价比，宁可花钱买体验和服务，也不愿意为了面子购买不必要的奢侈品。小芳告诉我，阿维的母亲虽然是大学教授，但平时穿着朴素，用的手机也是已经用了3-4年的型号，但她每年都会抽出一笔钱去旅行，体验不同的文化，也会定期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和公益活动，生活丰富多彩。这种生活态度才是真正的高品质啊！小芳感叹道。
不是靠外在的物质来证明自己，而是通过内在的充实和精神愉悦来提升生活质量。我笑着说，看来你真的被台湾的生活方式吸引住了。不仅如此，小芳眼睛亮亮的，我还发现台湾的性别平等意识也很强。阿伟的父亲会主动承担家务，下班后做饭洗碗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他的母亲虽然是教授，但在家庭中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学识和地位高就盛气凌人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尊重，分工合作。说到这里，小芳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说实话，以前我择偶时总想找个条件比我好的，能给我更好物质生活的伴侣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契合和相互尊重。我欣慰地看着他。看来这次台湾之行不仅让你了解了台湾，也让你对自己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小芳点点头，继续说，台湾的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方面是他们的文创产业。我以前总觉得大陆的电商和网购发达程度领先全球，台湾在这方面肯定落后，结果发现我错了。台湾的文创设计和产品质量简直令人惊叹。他从包里拿出一本笔记本递给我，你看这个。是我在诚品买的文创产品，不仅设计精美，用料也很环保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融入了传统文化元素，却不显得老气，反而很有现代感。这种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能力，真的很厉害。我翻看着精美的笔记本，笑着说，台湾确实很擅长文创设计，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产业优势。对了，台湾的饮食文化也让我大开眼界。小芳兴奋地说，他们不仅保留了很多传统小吃，还不断创新，融合各地美食精华。最令我震惊的是，即使是路边小摊，也非常注重食材新鲜和卫生安全，完全不用担心食品安全问题。小芳告诉我，她在台湾吃遍了各种美食，从夜市小吃到高级餐厅，每一样都让她回味无穷。特别是台湾人对食材的尊重和对烹饪过程的用心，让她深受感动。台湾人吃东西真的很讲究。小芳笑着说，他们会为了一碗面汤熬制几个小时，会为了一道菜反复试验调整。这种对美食的执着和热爱，我在广州很少看到。我点点头，这也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啊。台湾保留了很多我们大陆已经逐渐失去的传统技艺和生活方式。小芳叹了口气，是啊，我们这些年发展太快，很多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都被冲淡了。虽然物质条件提高了，但精神层面却有些空虚。相比之下，台湾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不断创新，既有根基又有活力，这一点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。谈到未来的计划，小芳告诉我，她和阿伟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，正在考虑如何安排两人的未来。阿伟提出可以来广州发展，但说实话，经过这次台湾之行，我反而更倾向于去台湾生活。小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当然，这需要慎重考虑，毕竟两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差异很大。我理解的点点头，无论做什么决定，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和共同的价值观。地域的差异可以通过适应和包容来解决。小芳若有所思，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这次台湾之行最大的收获是让我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以前我总觉得有钱、有房、有车、有名牌就是幸福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幸福其实是一种从容的生活态度，是与家人朋友的亲密关系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恩。看着小芳的变化，我不禁感到欣慰。作为一名婚恋顾问，最让我高兴的不是促成多少对佳偶，而是看到每个人在寻找伴侣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和进步。丽姐，我想对那些和我一样有台湾贫穷落后刻板印象的姐妹们说，小芳认真地说，千万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。台湾的发达不是体现在高楼大厦和奢侈品上，而是体现在完善的社会制度、高度的公民意识和丰富的精神生活上，这些才是真正的文明和进步啊！我微笑着举起茶杯，为你的成长干杯，也希望更多的两岸青年能够像你和阿伟一样，通过真实的接触和了解，打破刻板印象，增进互相理解。小芳开心地和我碰杯，谢谢丽姐的引荐，让我遇见了阿伟，也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。看着窗外的阳光，
我不禁想起了这些年来经手的许多两岸婚姻，每一对新人都如同一座桥梁，连接着两岸的文化和民心。虽然两地在政治和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分歧，但民间的情感交流和价值认同却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。正如小芳所说，台湾与大陆各有所长，也各有不足。两岸青年通过婚恋等方式增进了解，取长补短，不仅能够实现个人的幸福，也能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贡献一份力量。这就是我作为一名红娘最大的欣慰和自豪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希望小芳的故事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。如果你也对跨海婚恋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丽姐哦。下期再见。